过年打牌的时候，堂哥忽然说没意思，想玩的大一点。他把手中的宝马车钥匙往桌上一拍，问我们敢不敢跟。我知道他只是炫耀自己买宝马了，大家都被他吓到了，连忙说玩玩而已，不敢跟，然后吹捧他真厉害，年纪轻轻就开上了宝马。我犹豫了，因为我的底牌是3个 K。堂哥听了很多马屁，他正要美滋滋的洗牌，我递上了我的比亚迪车钥匙，小声说我跟。全场安静了，所有人都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堂哥更是瞪大眼睛，气氛变得剑拔弩张。当我们2个都放下车钥匙的那一刻，亲戚的情分已经荡然无存。但我不后悔，因为是他先把宝马车钥匙放上来的。既然他能对亲戚下这种狠手，那我也不在乎他的感受了。堂哥冷笑了一下说，你兜里几个钱啊，你就敢来吓唬我？我这可是宝马，先把你那点钱凑齐了，别拿个破比亚迪来碰瓷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我讨厌和堂哥一起玩牌。本来大家过年开开心心，但是他仗着自己有钱，每一次压注都往大了压。玩过打牌的都知道，资金少的在资金多的面前毫无尊严，任由碾压。我们压1块钱2块钱的时候，他直接压500块。我们都劝他亲戚之间不要玩那么大，他却很无辜地说，难道500块也算大吗？他就是欺负我们穷，欺负我们不敢跟。他来参加牌局，只是想玩弄我们这些穷亲戚们的尊严。我知道我一台比亚迪比不上他的宝马，于是我扭头喊来了女朋友。我们马上要结婚了，他手上戴着我买的3金，我跟他说把金链子和金镯子放上来。女友看了我一眼，她根本不问我的牌是什么，直接就摘下了自己的链子和手镯往桌上一放。这一刻，我脑海里忽然浮现了一句话，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。我认真的对堂哥说，这下够了，你要开牌吗？堂哥的脸色变了，他死死咬着牙，估计没想到我竟然敢忤逆他。他带着些嘲讽说，小弟，别怪我没和你说清楚，我输一台宝马无所谓，可你要是输光了，你全家未来5年可怎么过？我摇头说，没关系，我们家自然有我们家的过法。而且刚才你和嫂子在饭桌上不是说了吗？说我不够大胆。堂哥的脸色更难看了。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他，可刚才在饭桌上，就因为我赚的钱没他多，他用居高临下的态度嘲讽我胆子太小了，不敢干大事，不像他现在都当老板了。他聊到一半的时候，我爸给他递了根烟，好心帮他点上，结果他竟然不挡风。城里人和女孩子可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但是在农村，长辈点烟杆不用手挡风，那就代表他没把我们放在眼里，当着所有人的面羞辱我家。大家都紧张地看向堂哥，问他开不开牌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忽然说，咱们如果要玩，那就玩得更大一点，这样对我而言才刺激。他忽然把牌放在桌上，然后拿了个盘子盖住了自己的牌，接着出了门。我们就坐在屋里，看到他从宝马车后备箱里拿出一个小木箱，把箱子提屋里放在了桌上。打开箱子，里面全是钞票。堂哥很高傲地说，30万，你跟不跟？我们的举动早已经吸引了长辈们的注意力。大伯看到堂哥的举动，急了，连忙对堂哥说，你疯了啊，新年用的预付款你都敢拿出来？堂哥笑嘻嘻地坐了下来，满不在乎地说，没关系，我玩得起，就看小弟敢不敢跟了。我马上明白了堂哥的计谋，炸金花都是要有个封顶的，以免赌注太大。但是堂哥刚开始玩的时候，为了炫富，他特意说了不要封顶，他是想把赌注无限往上抬，直到我跟不起的那一刻，我满盘皆输。果然，他很嚣张地跟我说，你该不会拿不出这些钱吧？你要是拿不出来，你前面跟的可不能退。大伯马上明白了堂哥的玩法，这下大伯也没忍住，笑了出来，然后又继续跟其他长辈打麻将了，看都不看我这边一眼。我紧握着拳头，一言不发，因为我根本拿不出30万现金。结果这时候，我女朋友忽然开口了，没关系，我们把婚房押上。刹那间，所有人都转过头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女朋友。大伯咬着烟忘了摸麻将，堂哥也是呆呆地看着我们，说不清是愤怒还是紧张，他们2个都有一些颤抖。这一下，长辈们也不打麻将了，连忙凑到了我们身边，说玩得太大了。我爸急了，他急忙过来，不由分说就砸了我肩膀一拳，激动地说，你脑子傻了呀，你要让我们倾家荡产啊？我爸一边骂我，一边要来看看我究竟拿到什么底牌，但是我死摁着不给他看。会炸金花的人都知道，绝对不能把底牌给任何一个人看，因为他们的表情会出卖你的底牌。我今天拿到这3个 K， 只有3个 A 能吃下我。是堂哥先挑起了这场战争，每个炸金花的老手都知道，3个 K 这种局，要么倾家荡产，要么血溅赌桌。女友认真的和堂哥说，我们的婚房价值50万，现在比你还多压了20万，你跟不跟？我大伯气得大叫，你们疯了吧？他急忙趴在桌子上，要把我们的筹码都推回去，激动的对我大吼，你少招惹你哥，人家是大老板，不想跟你计较，快点跟你哥道歉，还想不想他以后带你发财了？我一把摁住了我大伯，对他怒吼，你给老子把东西都放下！大伯没想到我会冲他怒吼，
吓得浑身都哆嗦了一下。我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他压500的时候，你们不讲话；他在饭桌上吹牛逼的时候，你们让我爸给他点烟。今天是他先把车钥匙押上来，老子陪他跟到底。”大伯呆呆地说：“你怎么敢对长辈这么放肆？”我看着堂哥，冷冷地说：“要么你跟上这20万开牌，要么你放弃已经押上来的一切。还有第3个办法，今天的赌局不作数，我们双方都筹码拿回去，但你要给我爸鞠躬道歉。”屋里的所有人都不敢说话了，人们刚才都看在了眼里，堂哥就用2根手指夹着烟，任由我爸给他点上。可那个时候，没有人敢说一句公道话。我甚至观察过大伯的表情，他在那一刻还有些洋洋得意。堂哥气笑了，他问我：“你在亲戚面前这么狂？”我摇头说：“你把车钥匙放上来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已经不是亲戚了。”堂哥沉默几秒，忽然冷笑着说：“行，你别怪我吓唬你，是你要跟的，对吧？”他忽然拿起了自己的底牌，然后露出了2张给我，一对 Q。 看见他底牌的那一刻，我心里如释重负，但是我脸上依然表情严肃。堂哥摇头晃脑地跟我说：“你猜我最后一张牌是不是豹子？故意露一半底牌，这在炸金花里是常有的玩法，就是拿来吓唬别人，同时观察对方的反应。他吓不到我，因为就算他真的是豹子，他也比我的豹子小。本来我还担心他会不会是3个 A， 现在看来，我的担心一切都多余了。堂哥这个装逼的玩法，反而把他自己送上了绝路。当然了，虽然我心里很放松，但我脸上还是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我赌你在吓唬我，你到底跟不跟？”堂哥死死地看着我的眼睛，仿佛想看透我的想法。炸金花玩的就是演技和胆量，此刻他也拿捏不了主意。大伯急忙跟他说：“别赌了，你没看到人家不怕你的牌吗？”堂哥脸色狰狞地说：“我不赌，我前面押的宝马和30万就没了，他肯定是在吓唬我。平时亲戚们都是喜欢你一言我一言，给别人出主意的人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没有人敢说话提意见，因为炸金花在开牌前的那一刻，永远都看不出是真是假。”堂哥紧张地观察着旁边所有亲戚的表情，我们的每一个赌注都是他先提出来的，如果最后他不敢跟，那他在亲戚面前混不下去了。终于，他对自己的老婆招了招手，说：“你过来。”堂嫂有些不情不愿地来到了赌桌旁，堂哥叫他把3金放上来，因为堂嫂的3金可比我女朋友的重多了。和我女朋友的表现不同，堂嫂不肯摘。这时候堂哥急了，连忙把自己的底牌给堂嫂看了看。堂嫂看过以后，立马表现出了高兴的样子，然后把自己所有的金首饰都摘了下来，放在桌上。堂嫂还不忘笑嘻嘻地跟我说：“来，我们跟你赌到底，输了可别后悔。今天所有亲戚做个见证，谁反悔谁就不得好死。”我问：“你们的意思是要开牌吗？”堂嫂激动地说：“为什么要开？我们跟你赌到底。”她脸上的贪婪非常明显，但是现在大家都已经没有筹码了。堂嫂突然把自己的钻戒也摘了下来，放在桌上说：“我这个钻戒5万块钱买的。”我摇摇头，不收钻戒，这东西顶多抵100块。堂嫂急了，指着我的鼻子就骂：“你懂个屁啊！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这是牌子货，这是 DAR。” 我苦笑着说：“嫂子，我不管这是什么东西，反正我不认，在我眼里，这东西就只值100块。”堂嫂正要骂人，堂哥忽然开口了：“我也把我的房子押上。”全场亲戚都忍不住惊呼起来。大伯激动地说：“你别乱搞，我们那房子是市中心的，要150万啊！”堂哥冷笑着说：“爸，我不是乱搞，我押多少他就得押多少，根据炸金花的规矩，每一次赌注都不能比上一次的低。小弟，你现在有钱跟吗？”我沉默了，因为我根本就拿不出那么多钱。堂哥一眼就看出了我的窘迫，他哈哈大笑起来，伸出手拍了拍我的肩膀。他说：“有些东西你玩不起，实话告诉你，我就是欺负你赌注少，可你又能怎么样呢？这些赌注我随手就能拿出来，但你就是把命搭上了，你也拿不出来。”堂嫂冷笑着说：“跟不跟？不跟的话，就算你弃牌了。这就是有钱人和穷人在牌桌上的不公平。有钱人随手拿出来的资产，穷人搭上这条命都不一定给得起。这样一来，穷人每一次跟注都会压力倍增。就像堂哥说的那样，他就是欺负我没钱。”我有些紧张地看向了女朋友和爸爸。我爸此时已经脸色苍白，他不明白一场游戏为什么闹到了现在这个地步。但是我女朋友忽然开口了：“我爸妈有套房子留给我，不是市中心的，同样只值50万。”我一把握住了女朋友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不行，婚房是我买的，3金也是我买的，我要是输了，大不了我们分手，也不会牵连了你。可你把你家的东西都押上来，我要是输了，我会害你家破产的。”女朋友冷冷地说：“我们别和他怂，今天我们要是怂了，那一辈子都站不起来了。我相信你不做没把握的事。”我克制不住的全身颤抖，但那是幸福的颤抖。我知道我赢定了，我这一切都是演给堂哥看的，让他误以为我也很紧张。但从我女朋友的视角来看不一样，她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底牌，她却愿意陪我押上所有。
堂哥嘲讽地说，房子和房子也是有区别的，还差100万，你们打算怎么补？跟不了就滚下桌，别在这里穷叫唤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最后说，村里马上要拆了，我爸妈加上我马上过门的媳妇儿，一共4口人，到时候4个人算的拆迁费全部给你。堂嫂一下子捂嘴笑了起来，你当这里是广东啊？我们这就是个破农村，4口人的拆迁费合起来也就拿60万，还差40万呢。他又转过头跟堂哥说，我真不是笑话你亲戚，拼死拼活，东拼西凑，到底能不能凑起来啊？堂哥淡淡的说，你到处凑赌注的样子真的很狼狈很丢脸，面子有时候是别人给的，有时候也是自己凑上来丢的，你凑不过就弃牌吧。大伯看我凑不出那么多钱，他总算是松了口气，用教训的口气跟我爸说，你这儿子怎么不知天高地厚，现在好了，跟不上赌注，前面压的全没了。我爸依然脸色苍白的站在原地，吞了口唾沫，呆呆的和我说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你接下来还想压什么？全家都被你给赌没了。我一言不发，只是不停的用手机操作，把所有能借的网贷都借了。最后我把手机放在了堂哥面前，上面的余额共计40万。堂哥一下没反应过来，他说，你的额度怎么会这么高？我说我借了8家平台，都录入了车辆信息。本来这钱我是想结婚时借用一下的，我为了比较各家平台的利率，每一家都申请了额度，想不到现在派上了用场。堂哥怒极反笑，他拿出一根烟咬住，说，你现在可真牛，借网贷来跟老子赌，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你还不上这笔钱，你一辈子就毁了。我说，我知道，但没关系，我今天就是陪你玩到底。他问，你非要跟我闹到鱼死网破吗？我问，我爸给你点烟的时候，你不会用手挡风吗？我爸急了，他连忙扑到我身边，扯着我的胳膊说，你哥是大老板了，做事比较不拘小节，别赌了，没必要玩那么大，你哥当时不是故意的。堂哥突然怒吼了起来，老子就是故意的。我爸面如死灰，他着急地说，今天这么多人，你给叔一点面子。堂哥却不耐烦了，他指着我爸的鼻子说，今天是你儿子先跟我过不去的，你有个屁的面子，要不是我爸跟你是兄弟，老子会跟你这种穷亲戚来往吗？老子就是故意不挡风，能给我点烟你们就偷着乐吧，一群穷鬼。堂哥难听的话越说越多，我爸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。大伯只是在旁边叹了口气，假惺惺的跟堂哥说，你怎么这样和长辈说话呢？都别介意啊，他喝多了，他平时在外面就这样耀武扬威的，以为自己赚了钱就有本事。我瞥了大伯一眼，他表面上在教训堂哥，其实还是在捧自己的儿子。堂哥狠狠拍了一下桌子，咬牙切齿的跟我说，小王八蛋，你还真押上一切来跟老子开牌了，行，老子跟你开。他拿起底牌正要露出来，我却好奇的问，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开牌了？堂哥愣住了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他呆呆的说，你现在还不开？我摇头说不开。这就是炸金花最可怕的地方，率先承受不住说开牌的人要比对方多付一笔赌注，但是炸金花的赌注每一轮都不能降低。我们已经压到这个地步了，谁要是想提出开牌，谁就要多掏150万。我耸了耸肩，对堂哥说，你要是受不了，你可以开牌，只不过你先把赌注压上来。堂哥死死地看着我，愤怒地说，你就是想多骗我一手赌注，老子现在就算跟了你，下一把你也跟不出来，你就是想让我来开这个牌，你吓唬我，要我弃牌。我淡淡的说，随便你怎么想，我只是告诉你我不开牌，如果你不跟，那就代表你弃牌了。堂嫂急了，着急的跟我说，怎么有你那么贱的人，差不多就开牌，为什么还要让我家多出一手？我瞥了他一眼，不跟他说话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像他这样子狗急跳墙，只会丢人现眼。堂哥也是气得呼吸粗重，他下定决心，咬牙切齿的说，行，老子把场子抵给你，我这场子够150万了吧？堂嫂连忙推了他一把，激动地说，你还跟他压什么？这人就是耍流氓，他就是想多骗你一手。堂哥没好气地说，我要是现在认怂，我前面压的全没了。堂嫂都快疯了，他不断用力拍着桌子大吼大叫，人家如果是3个 K 或者3个 A 怎么办？堂哥问，那如果我现在放弃了，发现人家是吓唬我的怎么办？堂嫂崩溃地说，你觉得人家会拿全部身家来吓唬你吗？堂哥摇了摇头说，你不懂炸金花，你把嘴闭上。我看着堂哥，事实上他说的对，炸金花就是这样，好多人底牌什么也不是，却敢赌上自己的所有，只为了吓退对手。这游戏玩的就是一个胆大。可他忽略了一件事，我从来没有吓唬他，是他先把车钥匙押上来的，是他自己决定把赌注玩那么大，投入成本越大，越舍不得抽身。他为了炫富，把宝马车钥匙放上来，却给自己套了一个牢笼。我问堂哥，现在你要开牌吗？堂哥陷入了沉默。原本还得意洋洋的他，此时终于不像一开始那么嚣张了，他的脸上也出现了担忧和紧张。他问我，如果我不开牌，你下一手会开牌吗？你是不是要拉上你全家借贷跟我赌一把，又多骗我一手？我淡淡的说，
我不会告诉你，你只管说你开不开牌。堂哥有些紧张的看着大伯和堂嫂，他略带犹豫的问自己家人要不要开。看得出来，大伯现在真是想动手打我，可这一切是他儿子先挑起来的，他只能忍着怒气说：开牌吧，你要是不开，他一定会想办法凑钱，然后再骗你一手。等他凑到了，你也得借钱再跟一轮，然后才能开牌。堂哥深吸一口气，点点头说：我知道你不可能拿得到豹子，你在吓唬我。可你记住了，为什么我们两个之中只有我能混得那么成功？第一，因为我胆子够大；至于第二，我会把我的决策贯彻到底，所以我不开牌。你如果要开，请你再掏150万。我倒吸一口凉气。事实上，堂哥的做法是对的，他远远比我有钱。现在我背上了债务，他却没有，他可以赌到我凑不出赌注为止。我知道，开牌的时候到了，我必须再凑150万开牌，绝对不能再拖了。因为如果他下一手还选择不开牌，那我就是全家死绝，我也凑不出开牌的钱了。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，堂哥忽然冷笑了一下，说：不过我还要多加注150万，你得跟注300万。我愣住了，只见他也拿出了手机，给我看他的余额，总共有180多万。他当着我的面一笔一笔的借网贷，他额度好高，每个平台都是20万额度。当他的余额达到300万的时候，一本正经的说：游戏结束，你凑不出来了，我不管你的底牌是什么，现在的你只能丢牌。一股凉水泼在了我的身上，浇灭了我全部的希望。我全身软弱无力，而他面带笑容的说：我知道你可能是3个 K 或者3个 A， 可惜牌面上我不如你，人生上你却远不如我，所以现在我不赌牌，我就赌你拿不出300万陪我玩，你只能丢牌。堂哥突然加注，等同于把我往绝望里推。我把自己全部身家都押上了，再加上我女朋友的房子，也就凑了200万。可他现在又要我跟300万。我爸一个中老年男人在旁边都像个小媳妇，快急哭了，说话都有些发抖。我都说了，让你不要跟他赌，我们小家小业的，人家是大老板，我们怎么赌得起啊？我感觉脑袋嗡嗡的，而我爸已经开始向堂哥认怂了。他恳求着说：你小弟就是年轻不懂事，你大人有大量，不要和他计较了，都是亲戚，牌桌怎么能当真呢？堂哥冷冷地说：打住，亲兄弟还要明算账，更何况只是堂兄弟，谁说牌桌不能当真了？今天如果是我输在这里，你们一家会放过我吗？我紧紧握着拳头，想着办法。这时候堂嫂有些不耐烦了，跟我说：没钱玩什么玩，拿不出赌注就滚压在桌上的，和你家的房子不能退。我一转头看向那些亲戚，每个人都是略带同情的看着我。这时候一个办法在我的心里呈现，我拿起我的底牌，然后翻开了其中2张，一对 K 展现在了所有人的眼前。大家不明白我的用意，而我认真的说：各位亲戚，我现在想跟到底，但是我拿不出那么多钱，有没有人愿意帮我？群压。在炸金花的时候，如果有一方钱不够，他可以现场跟大家借钱，只要他给所有人带去希望，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帮他压住。前提是不能露出全部的底牌，否则就相当于欺负人，这是不被允许的。必须是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的底牌，那相当于请大家一起来赌这一把，把胜算交给天意。堂哥之前给自己挖了个圈套，他一开始为了吓唬我，率先露出了2张底牌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也露出2张底牌，他无话可说。看见我是一对 K 的时候，堂哥堂嫂有些急了，但他们还是故作镇定。大伯生怕有人真帮我一起压住，他急忙说：你就一对老 K， 你以为谁会相信你啊？我诚恳地说：各位亲戚，你们如果信我，就帮我这一把，这是一次赚大钱的机会，不要忘了这个家伙平时是怎么欺负我们的，现在报仇的机会来了，把不把握，你们自己看着办。亲戚们面面相觑，结果堂姐率先朝我走来，她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，认真地说：我把我村里的房和车都押上，一共价值30万。堂哥惊愕地说：你为什么要帮他？堂姐咬牙切齿地说：你总吹你自己是大老板，之前我妈生病，我去找你借10万块钱治病，你不但不借我，反而一直教训我不努力不奋斗，把我贬得一无是处。你当时说活该我有今天，现在你记住，如果我们赢了，那就是活该你有今天。堂哥脸色苍白，他有些惊恐地看向了其他的亲戚。俗话说墙倒众人推，堂哥平时仗着自己有钱不干人事，现在他这墙要塌了，又有堂姐带了头，其他亲戚们也纷纷走了出来。确实我们都是穷亲戚，可这时候大部分亲戚站在了我的身边，我们押上了6套房子和4台车子，总价刚好达到300万。堂哥已经有些坐都坐不稳了，傻傻地说：你们就这么讨厌我吗？我说：没错，大家都很讨厌你，每次过年大家都不想看见你。刚开始你赚钱了，每个人都打从心底为你开心，可是你赚钱以后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在亲戚面前显摆呢？堂姐恨恨地说：平时显摆也就算了，亲戚真有难的时候你又不帮忙，整天摆着一副成功人士的样子教训我们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堂嫂急了，崩溃的大叫：你们不能压，这是我们和他的牌局，你们没有资格压。堂姐冷笑着说：
那就别当我们是押注，就当是我们借给他的，我们愿意借。这一刻，全场的气氛都崩了，堂嫂大哭一声，扑上了牌桌，把所有的牌面都打乱。而我赶紧拿起了自己的底牌，免得底牌被他打乱。大伯也是激动的大吼大叫：“打牌怎么能当真？大家玩玩而已，以后亲戚还做不做了？不算数了，赶紧都回去了。”他拉起堂哥就要往外走，此时的堂哥已经站都站不稳了，全都得靠大伯搀扶着。可我率先来到门口，把大门给堵上了。我冷笑说：“这个时候提亲戚了是吗？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，更何况只是堂兄弟，这是刚才你亲口说过的话吧？”堂哥满脸苦涩，讲不出一句话来。我抬起手，缓缓亮出了自己的底牌。堂哥看到我底牌的3个 K， 浑身一震。这时候堂姐忍不住翻开了他残留在桌上的底牌，结果嘲笑着说：“还以为是豹子 Q 呢，原来只是一对 Q。”我冷冷地看着堂哥，他果然不是来认真玩牌的，他只有一对 Q， 还敢押上自己的宝马。他刚开始就是欺负我们不敢跟，欺负我们没有钱。可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，我愿意赌上这一切。堂哥吞了口唾沫，哆哆嗦嗦地说：“各位兄弟姐妹，平时有些事情我做的是不地道，我今天跟你们道歉，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。但是牌桌上的事情从来都不能当真。”这时候堂嫂也破罐子破摔了，着急地说：“对啊，我们是押了，那又怎么样？我们不给行不行？有本事今天就把我们杀了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”平日里嚣张跋扈的堂哥一家，此刻的嘴脸别提有多么丑恶了。他们平时有多爱炫耀，今天这张脸就丢得有多干净。我说：“你回去以后肯定不会把厂子和房子抵押给我，这个我们都懂。但是你今天放在牌桌上的东西，你别想带走。”堂哥说不出话了，堂嫂一见他不回答，着急地推着他说：“你快想想办法呀，哪怕是桌上的都有50万和一台宝马呀。”堂姐冷冷地说：“你别叫他想办法了，今天要是不把这些留下，你们就出不了这个门。”每一个玩过牌的都知道，赌债不是债，因为这笔债根本就讨不回来。只有真正放在了牌桌上的东西，那才是赌注，因为输了就带不走。堂嫂顿时哭了，她抬起手狠狠地扇了堂哥一个大嘴巴，大哭着说：“你一开始为什么要装啊？他们玩个1块钱2块钱的，你非要押500，后边你还觉得自己不够装，还把宝马押上去。”堂哥急了，狠狠推了堂嫂一把，跟他说：“那你看到我底牌的时候，你不也跟我一起在装吗？”堂嫂哭着说：“我是帮你演戏啊，我演出你有豹子的样子，想把他们给吓走。谁知道他借钱都要搞你，你平时是有多讨人厌啊？”堂哥已经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，只能求助性的看向了大伯。大伯站在原地，臊得脸红。他最后深吸一口气说：“给他们吧，这笔钱我们好歹输得起。要是脸面丢了，以后有家都不能回了。”堂嫂哭着说：“爸，真就给他们吗？”大伯紧咬着牙，用憎恨的语气说：“愿赌服输。”我笑了，在场的亲戚们也全都笑了，因为如果真的愿赌服输的话，他们现在就应该去把房子过户，而且大家都看得出他们的心思，只要他们还能回来这个家，那他们以后还能去拿拆迁款，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弥补自己的损失。这笔钱，他们归根结底还是要丢。我知道赌桌上一定要学会做人留一线，千万不能把对手逼到绝路上，否则别人动起了刀子就是血溅赌桌。这些钱可以让堂哥他们特别难受，但不至于把他们逼到要杀人的绝路。亲戚们把钱都收了下来，随后我才打开门，冷冷地说：“你们可以走了，我理解你们，因为如果今天是我输了，我也不可能把房子过户给你们。”我女朋友笑嘻嘻地说：“对，所以我才愿意陪你押上我的房子。我又不傻，赌债不是债，面子值几个钱呀？傻子才为了面子卖房还赌债。你要是输了，我们回家不认账就是了。”我被女朋友逗笑了，她这样聪明，我反而更喜欢了。果然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堂哥恋恋不舍地回头看了一眼赌桌，大伯扯着他的胳膊把他拖了出去，恶狠狠地说：“没见过你那么蠢的东西，你一开始把宝马押上去干什么？”我看着他们急匆匆地往外跑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大伯，今年初几去你家拜年呀？”他们回过头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大伯咬牙切齿：“今年你就别来了，我寻思挺好，还能省些钱。”亲戚们抱着钱都夸赞我了不起，大家说他们早就看堂哥一家不顺眼了，就会在穷亲戚面前摆阔，亲戚间打个牌还要押500块。我把钱和金子都拿了，然后把车钥匙递给他们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大家见者有份，把这台宝马卖了，然后你们平分了吧。要不是你们帮忙，我也赢不了。”大家连忙都夸我够仗义，我也真是没想到，除去那台宝马，我跟堂哥玩个牌赢了50万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一切都是合法的。这次过年，大家跟团出来玩，来澳门见见世面。本来我们就是报个低价团，约好了导游怎么糊弄都不买，谁知道堂哥非要跟我们炫耀他可以搞到2地车牌，把他的宝马开来了，而且还非要跟海关申报，带上很多现金，跟我们吹嘘自己要去赌场大玩一把。不过在赌桌上的时候，大伯就说漏嘴了，那是他们工厂的预付款，他根本没资格拿来玩。
有一说一，他可真爱装，而且还没去大赌场呢，他就迫不及待地跟我们玩起来了。估计他知道，真正赌场里的人不会惯着他，所以他趁机跟我们装一波。房子是不可能抵押的，因为根据法律，如果我们回大陆结算赌资，那我们就犯法了。在澳门的赌资必须在澳门结算才合法，不能拖到大陆解决。只能怪堂哥自己真的带了那么多的现金过来。不过让我很惊讶的是，我们旅游团结束回大陆后，堂哥一家竟然没有回来过年。也许他们真是觉得把脸给丢得干干净净，没脸再回来了。我试着查看一下他们的朋友圈，发现他们还把我给拉黑了。我乐了，不过无所谓，这样的亲戚不要也罢。我只是想奉劝一些发了财的朋友，你们发财是好事，但不要在别人面前瞎显摆，尤其是不要高高在上去批评别人不努力。别人又不吃你家大米，你一天天显摆个什么东西？